其实卷也是一种竞争，当然我们讲内卷呢，就是一种可能是过度竞争了，竞争过头了，你就片面的压低价格去占领市场，这个呢属于我觉得是过度的竞争，甚至是一个不健康的竞争，这是我们要整治的。关于中国企业出海给大家会不会带来更多的竞争我觉得这个是市场经济时代这是不可避免的。新加坡政府正在鼓励企业出海，中国的企业也出海到新加坡来。在这种情况底下，其实新加坡的企业它确实他自己可能得思考它的优势是什么，但是好些新加坡的企业可能因为新加坡毕竟还是很小大家会觉得面对中国排山倒海来的这种压力，其实大家有一点撑不住的感觉，特别是价格竞争，我想可能在场有很多的这个企业特别能够感受到，大家比较容易连接的，你说餐饮业吧，餐饮业现在他们面对就是这个哀嚎一片。中国企业出海，这是反映了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中国企业越来越国际化不仅是它这个产品国际化，它的布局也在国际化，所以走向海外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讲到了餐饮行业，大家议论比较多结果我也听到不少，但实际上我倒是觉得我欣赏新加坡这种做法还是开放的一个态度因为餐饮业本来就是开放的态度。我倒是觉得一方面还是要允许竞争，鼓励竞争这也是新加坡的做法。同时呢，对一些特定的这个餐饮业，比如说新加坡的这个食阁是吧？我觉得还是要保留它的特色。这个新加坡政府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措施。这个呢，我觉得竞争呢应该在可控的范围内主要还是本地之间的竞争我只是觉得这个呢，因为是它有一个文化有一个这种生活习惯在里边但是其他的餐馆就看谁把质量做最好，谁能够吸引别人，应该是容易竞争的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关于中国企业出海给大家会不会带来更多的竞争我觉得这个是市场经济时代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我们是要让企业在竞争中就是能够把自己强身健体，能够在竞争中提高产品的质量提高管理的方式做大做强。竞争里边有一些是在某一个领域过于集中甚至是利用价格利用这种产业链的优势是不是压低了价格，造成了同行有一些焦虑，有一些紧张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现在是正在治理过程中，是吧？我们是希望能够有一种健康的、良性的竞争所以我觉得中国企业出来，其实给世界各国包括企业带来机遇但是我们是希望这种出海过程中，首先中国企业自己要提升能力要本地化也要遵守合规的这些要求等等它是要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同时呢也要了解本地的市场情况能够为本地带来好处，比方说在就业方面是吧？比方说在这个经营管理方面，能够把中国的一些好的经验带过来，这样我觉得就是会受到欢迎的。内卷按中文的理解，这个卷怎么说呢？是吧？其实卷也是一种竞争当然我们讲内卷呢，就是一种可能是过度竞争了，竞争过头了，是吧？我刚才讲到，你如果说企业不顾自己的盈利，你就片面的压低价格去占领市场，这个呢属于我觉得是过度的竞争，甚至是一个不健康的竞争，这是我们要整治的但是这是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企业没有竞争，那变成垄断了，那肯定对市场也不利。我希望呢，我们要把公平的竞争和内卷式竞争适当的分开来，不能所以说竞争都是内卷。我们企业它是通过调整供应链的模式是通过优化一些这个物流的一些方式，它做到了这样，所以它就有竞争力所以确实呢竞争优势来源于持续的技术创新全产业链的这个
分配是吧？规模经济效应，还有管理优化，另外包括我们的这个成本优势啊，这些是中国商品物美价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我们也反对那种无视成本、价格实际的供求关系盲目的来抢占市场，甚至以低于这个成本价这样的这种销售扰乱市场秩序。海南全面封关已经3个多月了去年12月18号开始全面封关是吧？封关之后大家都很关注，因为新加坡离海南也很近嘛，说会不会对新加坡带来影响？网络上有不少的说法，我也关注到了，我觉得很多都是无稽之谈所以这个刚才讲到对新加坡会不会有影响？你说一点点都没有影响，那恐怕也不符合事实毕竟海南也是一个这个自由贸易港但是我觉得没有利益冲突，两地可以错位发展，甚至可以形成一种互补的合作关系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之后的发展机遇。第一呢是政策红利政策红利，大家可能也知道了，海南封关之后，零关税的商品从1900个税目扩大到6000个税目，达到了74%零关税那么所以企业这个进口设备原料呢，可以节约大量的这个税收成本。第二个是产业机遇，海南岛是很大的一个岛这个所以它是有几项重点的产业主要是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还有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这4大这个产业是海南经济发展的一个支柱那除此之外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南还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商业航天发射场，在文昌，我也去看过这个现在这个建设条件很好了。新加坡不是也要这个下一步发展航天？第3个呢，海南封关之后在这个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往来方面有很多便利的条件，海南将会与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衔接那么高标准的经贸规则，实际上新加坡是高标准的经贸规则，是吧？所以海南可能有些方面对标的就是新加坡的所做的事情，所以两地开展交流我觉得这是为两国的企业合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